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 Coate 的同一性资本理论。这个理论在我成长过程中深刻地启发了我，所以值得我们多聊一聊。在上期视频，我们说中国社会有一种很常见的思维，就是说穷人就应该放弃自己的个性和理想，优先保证生存。任何对这种思维的反驳都很容易被说成是高高在上和脱离现实。这种想法的确非常符合某种朴素的直觉，我们很容易能感到一个人放弃了自己的内在和个性，优先选择最能赚钱的行业，的确可以换来一种短期优势。比如说，如果你不那么讲自尊和个性，你的确能容忍更多工作和更多类型的人。然而，我们通过对同一性资本的解释，指出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最经济和最现实的做法，恰恰是坚持自己的个性和挖掘自己的内在。在上期视频发出来后，一些网友留下了非常精彩和深刻的评论。比如，这位网友现在是一位职业钢琴家，他来自一个很普通的底层家庭，并且很早的时候就对钢琴感兴趣。不过他一开始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学，而非跟着老师的教学进度按部就班的学习。他讨厌枯燥的练琴，而是弹自己想弹的曲子，什么好听就弹什么。幸运的是，他得到了父母的支持。这种高度的内驱力让他积累了大量的真实体验和丰富的直觉。后来他去了音乐学院，仍然保持着自学的方式，自己选曲目，自己处理作品，自己上台。他说自己是第一个初二就开独奏音乐会的学生，也是学院里大家公认的弹琴最有性格的学生。我觉得这位网友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当一个人的内驱力足够强烈，在自己的个性上投入足够多的时候，他可以成为一个跳出统计学规律的人。按照张雪峰的思路，在中国音乐市场持续衰退的大背景下，钢琴或者音乐显然也不是一个好专业，尤其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但这种逻辑是建立在统计学的平均值上的，而人的特点恰恰在于人是自我预言和自我实现的。如果你不去挖掘自己的内在，选择无反思地认同你的外部标签和身份，那么你的人生的确就会显得没有特殊性和独特性，就会非常符合统计规律。而当你开始积极地挖掘自己的内在，那么你也会逐渐成为那个难以被规律预测的存在。那么这期视频，我想更具体地来聊一聊，一个人在现实的专业选择和职业发展中，这种内部程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以及为什么坚持挖掘自己的自我同一性的人将会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回报。这期视频同样也是我们频道的核心内容之一。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首先，我看到上期视频发出来后，有网友会说，普通家庭的孩子在学生阶段产生的所谓理想，很可能是盲目的。他对某个专业的热爱可能只是一种不成熟的想象，他对未来的规划可能建立在非常不完全的信息上，他甚至可能根本不了解这个行业真实的样子。这种质疑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做决策，这不是学生的困境，这是所有人的永恒处境。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拥有完全的信息。问题不在于你的信息是否完全，而在于你用什么方式去处理这些不完全的信息。不同的处理方式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果我们回看中国过去20几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事实，没有任何一个专业是永远热门的。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和国际接轨的专业开始走红，比如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经济法，还有英语专业，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方向。当然，这里的英语更多指的是商务英语，而非文学英语。同一时期，互联网的崛起，使得广告学和新闻传播也非常受追捧。如今被张雪峰说要打晕的新闻学，在当年属于顶级的文科专业之一，比如武汉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
比其他文科专业还要再高1-20分。在记者被赋予了舆论监督、传播真相等使命感的那个时代，新闻专业不仅收入高、就业途径广，还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到了2008年前后，房地产和基建进入黄金期，土木建筑变成了最好就业的专业之一。计算机和软件工程也逐渐成为新的顶流。而到了今天，以上这些专业无一例外的都已经或者正在走向衰落。国际贸易早就不再吃香，土木工程已经变成了劝退专业的代名词，计算机也面临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如今无数大学生拼命想要考进去的体制内岗位，在10几年前恰恰是多数的名校毕业生不愿意去的地方。因此，试图通过预测好一个行业来一劳永逸，这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一个人仅仅依靠某种特定技能或者特定专业在社会上立足，长远来看，其价值必然会缩水。这正是 Coates 所指出的问题。具体的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是可能贬值的，而且在未来这个贬值的周期只会越来越短。尽管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做决策时就没有参考标准。正如我们在之前所说，不同的处理方式是有高下之分的，而最好的方式便是建立在自我同一性之上。这里我要先解释一下建立在自我之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它很容易被误解为一种仅仅跟随当下的一种冲动。我说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认知过程。首先，你是否认真地评估过自己的性格和能力，而不是只凭一时的冲动？你是否意识到这个选择最终是你自己做出的，你愿意为它的后果负责？所谓自己做出的，首先意味着它不是出于下意识的恐惧，不是出于父母的期待。有的时候，我们的自愿是一种伪自愿，表面上看我是自愿的，但其实是我的自我还未从父母的意志、社会习俗、文化等等中分化出来。如果我们多去觉察一下自己的念头，就会发现自己的那些自愿的念头背后可能受到一些无意识的驱动。但这种伪自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是和你个人的真实感受是疏离的，而且是经不起追问的。你说不出你和这些他者之间的区别。当然，这绝不是说你一定要和父母、习俗和社会文化反着来，你可以和父母做出了一致的结论，但你的论证过程是从自己出发的，是不以父母的态度为转移的。也就是说，如果父母突然改变了态度，但你仍然能坚持你的看法。自己做出的选择另一个更深层的含义在于，你是否意识到你当下的选择在你的过往人生中具有深刻的根基。所谓深刻的根基，意思是说，你意识到你当下的这个选择与你过往的大量个人经历和感受有着一种直接的联系，并且你能够迅速地调动起这些记忆。这也是我们想强调的一个反直觉的观点，就是一个决策的好坏，关键看在多大程度上调动和联系起了你的自我，而不在于这个决策多么符合客观标准。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比如有一个高3的女生很想去武汉大学，原因是她看到了武大樱花的照片，觉得特别美。我们一般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决策理由，因为很多地方都有樱花，樱花和一所大学的教学质量、专业设置、就业前景之间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和这个当事人聊一聊，会发现他可能觉得这所大学的氛围依山傍水，有人文底蕴，不是那种冰冷的方盒子式的校园，和他对自己的理解是吻合的。他可能是一个从小就对美的事物有强烈感受的人，他认为一个大学的气质应该和他自己的气质是匹配的。同时他知道这所大学出了很多敢于直言、关注公共议题的记者、媒体人和知识分子，这很符合他对人文关怀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是与他成长中的许多重大人生事件和私人感受产生关联的。因此，他不只是在选大学，他是在用这个选择来表达他对自己是谁的一种理解。那么，他到了大学后可能会失望吗？当然可能。他可能会发现校园没有照片里那么美，
他可能会遇到官僚主义或者各种让他幻灭的东西，他也会发现那种人文精神正在消退。但这种幻灭绝对不是坏事，而是自我同一性发展的重要时刻。因为他是经历了自己的努力，把自我投入在一个具体的选择和行动之中的，所以当现实和他的自我认识产生落差的时候，他会被推着去积极的思考，我当时想象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在哪里？这种思考只有在一个认真投入生活，从自我出发做选择的人那里才会产生，没有任何人能逼迫一个人做这种思考。而一个被家长或者顾问安排去了某所大学的学生，他遇到了同样的挫败，往往会得出一个非常肤浅和表面的结论：这个学校不行，或者我运气不好，或者说都怪家长当时给我这么安排。他不会从中发展出任何关于自己的新认识，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投入进去。他的人生的确会更平稳一些，更少经历那种理想破灭的失落，但他对自己人生的感知也必然是平淡的。而一个把自我交出去的人，会经历更多的碰撞，但正是这些碰撞不断地逼迫他去追问：我真正在乎的是什么？我之前的理解哪里是准确的？哪里是需要修正的？这种持续的追问本身就是在建构同一性资本，因为这本身就需要更高的原认知能力。当然，这种能力本身是超出了选择大学专业的经验的，而是在你的人生中的任何事情上都会体现出来的。而当他经历了幻灭感后，他可能会从这里一切都很好，突然变成了这里的一切都很糟糕。比如他发现他所仰慕的一些人也做过一些比较庸俗的事情，他可能进入一种非常激进的批判姿态，比如从一个绝对正确但空洞的立场出发，去批评现实的平庸和虚伪。他可能迷恋那种外在的激烈的对抗，比如规模越大越好，姿态越决绝越好，他把对抗的激烈程度等同于进步的程度。但这仍然是非黑即白的思维，面对现实的碰壁，他可能会再经历一次幻灭，而如果他还试图保留理想的话，他就不得不深化对理想的理解，去提升自己的认知复杂性。他可能会发现，外在的激进行动未必意味着真正的进步，真正困难的，也是真正需要认知复杂性的，是在灰色地带里辨别方向。因此，一个人在不完美的制度里仍然试图保持自己的理想，找到可以做事的空间，这反而是一种更务实的选择，虽然看起来并不那么酷。我想，这也是 Colt 为什么如此强调认知复杂性和道德推理能力的原因。在未来的社会中，你一定需要和各种不同立场、不同背景、不同价值观的人打交道。如果你的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的，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正确就是错误，那么你能联合的人就只有那些和你观点完全一致的人，而这个圈子一定是越来越小的。但如果你有能力从更大范围的人群中寻找彼此的共性，在分歧中找到可以合作的空间，那么你所能调用的资源显然是更大的。刚才我们讨论的是，一个人在做决策时越是充分地建立在自我之上，那么即使这个决策后来经历了幻灭，他也仍然积累了可迁移的同一性资本。当然，这一点也体现在日常的学习之中。大学里的专业划分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每个职业都有一套对应的封闭的知识体系，你学了这套知识就能胜任这个工作，没学就不能。但真正进入职场之后，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岗位需要的具体技能都是在工作中现学的，而且没有什么清晰的学科边界，工作需要你学什么，你就要学什么，哪怕看起来跨的领域很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假设一个学生出于真正的兴趣去学了历史，不论他是读了历史专业，还是自己业余时间读书写作，总之他对历史真的很感兴趣，并且有积极的输出。那么虽然历史本身并不是一个好就业的专业，但他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练就的阅读能力、文献分析能力、对复杂叙事的理解力、对因果关系的批判性思维，这些东西即便他转行去做内容策划，
用户研究、商业分析的时候都是用得上的，而且往往是以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路径来起作用的。比如说，一个人非常深度地喜欢历史，然后某一次他和客户谈判时，通过自己的一点点情商，引用到了客户会感兴趣的一段历史，这极大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偶然情况，有运气的成分。然而，这种运气通常只会发生在一个深度学习某个领域知识的人身上，因为当你真的对这个领域感兴趣，你会进入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会快速地吸收相关的信息。这也是我们在2024年12月的那期讲自由学习的视频里提过的理论。这种深入学习的过程本身会培养我们一种直觉，使我们不需要刻意的思考和意识，就能在很多场合敏锐地捕捉到信号。这看起来是凭感觉，靠运气，但直觉本身也是内隐学习的产物。而浅尝辄止、应付考试的那种学习就不会产生这种效果。一个被告知历史没前途，所以要学计算机的人，如果他对计算机毫无兴趣，他在这个领域里的学习就倾向于是应付的。他通过了考试，拿到了学位，但他没有发展出深层的思维能力。这种表面的人力资本或者说文化资本是非常容易过期的，而一个坚持挖掘自我的人则永远不会迷路。关于同一性资本的讨论，我们就先告一段落。这2期视频是我们这个频道最核心的内容。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